我们很小的频道也有机会可以跟你来聊哦。你们能来也是我们的荣幸，谢谢你的到访。对，我今天其实只带三个问题，一个我是想通过您更多去了解 RPO， 红中油，第二呢就是你的公司 Harvest， 第三我要了解你，因为我后来从网上了解你，他们也说你 UPM 毕业，我一算呢，因为我做 HR 我就很敏感，80后嘛应该是，对，那我们一样大，怎么这么强？这么厉害啊！所以我又想要来了解您。OK， 可以。我想从红这个中旅游 RPO 开始啊，因为我知道 RPO 好像人类使用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是这个没有多少年，马来西亚的一些研究，一些科学家的研究，才让他知道说哦，它有这么好的营养价值，才能够慢慢的让它走出大马，走到这个让更多人去使用。是他的一个发现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早期的时候 RPO 很多人都会认为它就是一个刚刚出榨的红种油，就是很 raw 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个油里面还有很多杂质，就是有水分啊，有胶质之类的东西。其实所以过后呢，被人发现棕榈油的里面这个油脂它可以生产很大量，就是它需要的土地非常的小，但是又可以生长很大量的产很大量的油。所以我们就把它工业化了，人类就把它工业化了，工业化就把它大量的榨取，但是因为它的颜色太鲜艳了，所以就变成很多人接受不了。为什么太鲜艳反而会就是很红嘛，就是它会导致你的食物全部食物都好像感觉上就红红的嘛，所以人类就是比较喜欢不要影响他们的主食的颜色，所以他们就进行漂白。然后再加上高温的处理那些透明的也不是天然是这样的天然它就是漂白，对，进行漂白，然后再加上高温的处理，OK， 它才能变成黄色或者是偏向有一点透明的颜色OK， 那么所以早期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东西的但是后期我们开始科学家开始研究，发觉了它里头的营养非常的好为什么我们不保存它呢？但是又没有这样的技术去保存但是今天我们采用的德国的技术，就是高真空非常低的温度去保留所有应该要保留的营养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所以红种油就慢慢诞生了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觉了，其实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红色嘛你觉得油原本就不应该是这样的颜色所以就很多人就不了解，所以我们就要进行很多教育是这样的样子。那它就是说它走向商业化走向市场的时间是不是也不是很长？对，你可以那么说。新的面孔吗？对，相当新的面孔，因为了解的人真的不多我记得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过一句话，你说大马的油还是说大马的 RPO 来着，就是远胜其他的油有说过吗？对，这是真的。你看大马它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英殖民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所谓的棕榈树从非洲带过来马来西亚种植也不过是100多年好像对对，差不多少过100年了少过100年的时间所以当他这个过程中他发觉马来西亚土壤非常适合做这个东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这样普及化去做红种油啦，但是肯定的啦。但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那个棕榈油比全世界其他国家更加完善？是因为我们有系统，像我们所有的果在收割送到去厂那边是少过24小时的。因为棕榈树本身这个棕榈果呢，在收割的时候，它的 enzyme 就会开始，我们叫 lipase enzyme 就会开始发酵了。所以如果你不在短时间去处理的话呢，它的脂肪酸就会开始慢慢上升。OK， 你脂肪酸越高，你的味道就越强烈，就越坏，那油就败坏的非常的快。所以当然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建造非常好的路，就是所有这个棕榈的 plantation transportation 非常完整，非常完善。所以它在收割之后呢，它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就可以运送到去榨油厂。那大马的这个优势是不是要比产量比它更高的印尼还要来得好？对，因为这些 infrastructure 对配套对OK，所以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棕榈树的品质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
讲到这个红棕榈油，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很简单，通过这个玻璃瓶就可以看到它是红红的，好像这个胡萝卜素，好像我有一期节目也会做到，对啊，也有这样的 sachet。那很多观众朋友还没有尝试过红棕榈油，包括我也还没有吃过。我们家拿到了你这个，那我要了解，就是你可以帮我们来 define RPO 它是什么？1、2、3、4，它不是什么？让大家知道哦，这就是 RPO。你觉得 RPO 是什么？RPO 呢 ，Red Palm Oil 呢，为什么它是红色？是因为它有很高的红萝卜素就是我们所谓的 beta carotene。有很多人很担心。哎呀，如果我吃太多维他命 A 会有害吗？其实如果你吃维他命 A， 只是吃维他命 A 太多是有害的。太多但是 beta carotene 是不会的。beta carotene 红萝卜素，它是身体转换变成 pro vitamin A 给你的身体跟你的眼睛需要的量而已。当然，它如果是已经虚够了，它就转换变成 antioxidant，所谓的抗氧化剂，在你的身体继续做抗氧的工作。这样除此之外，红棕油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维他命 E，它含有非常高的 tocopherol，我们叫生育3烯酚，这是远高于其他种油的吗？远高，有好多好多。对，一般上的油，好像比如 sunflower 跟 canola 之类的油，它们都会有 tocopherol，我们叫生育酚。生育3烯酚是30到60倍更加强的抗氧化，compare 起那个 tocopherol， 所以红棕油本身就非常的高，就是大概有1000到1200个 ppm 的那个 tocopherol， 都跟 tocopherol 在里头而且它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元素，好像我们说的 phytosterol phytosterol 是可以减少你的胆固醇的。然后squalene 是对皮肤非常好的，我们叫角鲨烯嘛。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老人家很需要的，就是 coenzyme Q10，我们所说的辅酶 Q10，对大脑好对心脏。是心脏当老人家开始老的时候，他的心脏开始衰弱，他需要这个辅酶 Q10来增强它。但是我们的油里面就含有这个东西所以你每天如果在食用的时候，你就会间接中在补充这样的样子。这是那种黄色的棕榈油也不具备的吗？这个黄色棕榈油不可能有的，因为你在高温处理的时候就把这种营养破坏完了。那我们能不能消除一些大家的误会，就是说这样的红棕榈油 RPO 它不是什么呢？它好像您讲它不是说拿来给你去煎炸这些是吗？或者它不是什么？大家的误解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什么？我发觉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我要怎样用这个油？其实以前我们也是很痛苦，因为当我跟你说不能用怎样，又能用怎样，他们会觉得很困扰。其实本身棕榈油是可以耐高温的。你要煎炸爆炒用红棕油是没问题的，但是只是有一点可惜，为什么你用那么好的油去煎炸爆炒呢？但是你拿来其实炒菜是可以的，没问题，很快嘛。但是我们最近发觉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们有效的吸收里面的营养，而且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当用这个红棕油来煮米饭的时候，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 GI。所以你降低的 GI 就是你的升糖指数没有那么快。对。很多人上了年纪，他吃饭他会担心，我吃太多饭我的血糖会高。但是你只要用这个方法来煮，你就可以避免，而且同一时间你可以吸收到它的营养。这个他们说让我来问你问题要问到你爽那我要问一些负面的来，就是很多人其实天然对棕榈油的一个负面印象，导致红棕榈油就像您讲，需要教育大家才能够理解它。当然也有本身就是对棕榈油的一种污蔑嘛，有些 study 也好有一些大家一些刻板印象stereotype 也好，对吧？那像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就所谓的这个负面印象，什么饱和脂肪啦，什么环保很多很多。对，其实这种负面影响实在多。老实讲下去，我们去到欧美国家，或者是甚至乎中东国家，其实他们对棕榈油的那个印象是非常不好的。但是事实上是坏过大马的印象吗？来讲怎么说？就是说坏过大马人平均对这个棕榈油的印象。肯定，那是肯定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这样的教育环境长大的所以他们对这个油东西有负面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污蔑。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很多人说棕榈树导致很多原始森林被砍伐，但
但是如果你看真正的数据，它所需要的土地，它全世界啊，真正用到的土地只有6%，但是它生产出来的那个油给全世界是36%。对，我看到你那边那个图啊，对，这说明2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就是它的yield本来就很高，对，第二个就是OK， 即便是有一些污染或怎样，可是我占的面积本来就很小啊。对啊，你不能讲你不能讲，如果你说我们都是土地都是你来污染掉一样。对，你如果是说我们是砍伐树木很多，那么你回观一下，全世界第2大的油脂是什么？就是大豆油了。OK， 大豆油所用的土壤，全世界是40%，那是有差一个数量级了。对，但是它生产出来的那个油只有25%啊，它还少于我们棕榈油可以生产出来的那个油量。所以如果你说我们砍伐，那他们砍什么？他们砍得比我们还要凶，对吧？所以不能那么说。如果这个是真正的数据，你们上网是可以找得到。第二，其次就是饱和脂肪酸。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很多科学家为我们平反了。其实在1960多年的时候，一个叫 Ansel Keys 的那个很出名的气大的那个一个也研究了。他就说了，饱和脂肪酸好像椰子油跟棕榈油会导致心脏阻塞就叫你们不要吃。其实那段时间他这个调查，他所谓这个studies 呢是不公平的，他只是抽取他所认为对的国家，他真正的国家有30多个，但是他只抽出几个国家而已。他根据他所要的东西去报道，他也是 biased 的他是 biased 的，是肯定 biased 的。但是今天很多科学家已经平反了，根本没有任何数据，根本没有任何证明饱和脂肪酸跟心脏病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导致心脏病发生，是没有这回事的。好的脂肪对身体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的维他命 A、D、E、K 都是油溶性的，就是意味着如果你没有油的情况下，你去吃那个 tomato 番茄或者是那个萝卜你是吸收不到它营养的你要用油去煮你才可以的。这有时候你还不得不就 you have to 对要一些这样。那我们也为这个脂肪来证明，因为很多人看到油和脂肪就避之不及对。但你再缺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的荷尔蒙会失调。你身体是需要荷尔蒙，荷尔蒙是 cholesterol， 就是胆固醇转化进来的。像这些东西的转化都是靠油脂你的吸取才能得到的东西。所以当你减油的时候，荷尔蒙一失调，你的问题就来了，身体。对，脾气也会变啦，皮肤对，皮肤变差这之类的东西，影响你的情绪咯。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脂肪是保护你的身体的器官。如果你想象，如果你身体是完全没有脂肪的话，你的所有的那个内脏会跑来跑去。对，明白。你是需要有 tissue 有 cushion 的。对，像这些 buffer 嘛就是这样的样子。对，所以像我们这样身形就 OK 就非常好对。我们刚讲的是 RPO 整个红棕榈油的这个行业，然后具体到您的公司 Harvest，其实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 HARVEST 然后一看原来是个 I， 上面还有一滴油。我上网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还在想，真的吗？是真的吗？或者你们讲这上面写着 Only 100% RPO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对，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段时间我们生产了之后，我们发觉我们有面对到一些阻碍，就是有一些假的东西跑出来市场上。怎么说？因为红棕油是很难生产的一样东西，它是非常珍贵的。刚才你有看到我们的厂，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萃取那30-40%的那个 liquid 嘛，那个液我们叫卵汁。但是在这个萃取的过程再痛苦，然后跟住又这样珍贵，所以就会有人开始仿冒。仿冒是怎么仿冒呢？他掺油，打个比方，他就会掺那些 canola， 就会掺一些其他的油种进去。最可恶的就是有一些商家他是买黄油回来，然后他把 beta carotene 红萝卜素放进内，搅拌变成红棕油。这是很我最接受不了了这个东西，因为这基本上就是在骗嘛，就是对，这是不对的东西但是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做的东西是100%纯的，就是我们不去做这种添加或者是掺油的那个动作。
您可以说一下，就为什么您是唯一的一个生产商呢？其他人在此之前，他们都没有，就是说，只是像您这样来做红中油嘛，做生产嘛。OK， 第一就是红中油这个 market 很小很niche虽然它是感觉上是很蓝海，但是真的需要的人是很少这是真的。然后所以就变成很多大企业、国企啊，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比较大的那个公司，他们都对这一块没什么兴趣。但是有一些他们就算做，对他们的业务来讲，可能就是那么的5%或者是3%的总业务。但是我们 Harvest 是唯一一家只做红中油，不干其他的。就是为什么您有兴趣呢？您不会觉得它的这个 TAM 这 available 的 market 太小吗？这个就要有一点故事要说了。好啊。这是因为我过去我的那个一开始的时候这是带入你第三个话题。没问题啊，你跟我们讲。第三个话题就是基本上就是我本身是毕业于UPM 的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是一个 food tech，是一个食品科技我们叫工艺我在做 intern 的时候就接触了一间公司，就是叫这间是一个工程公司当我去做 intern 的时候，我就帮他处理一些研究然后那时候我是非常勤快的，可能因为这个元素吧，所以我在毕业之后呢，我就立刻给这公司录取了。在这边我遇到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恩师他叫黄翔先生是他带来给我今时今天所有的一切。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毕业之后呢，他是派我去全世界做工我最痛苦的地方就是我需要去到那些难说一点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非洲吗？非洲因为那边用红中油还比较多嘛。对我们去建设厂嘛，就是我们建精炼厂。OK 所以我们是去到好像比如巴基斯坦孟加拉、中美洲这些地方，你想象20年前是非常落后，而且可能还有 safety 问题吧。对，我们是有时上班还有人拿着那个 AK 跟着你上班的那种感觉。就是那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所以当然也很以前那时候是很生气他的，因为什么你要派我去这种国家那么的痛苦然后跟着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食物也不习惯嘛，所以住到也不是很舒服所以就很辛苦，老实坦白的说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人生最大的成长是那段时间因为在没有人帮你，在没有人协助你，你一个人在国外想尽办法把那个精炼厂跑起来的那个过程虽然痛苦，但是学习最多过后呢，我回来过后他就慢慢开始教我设计怎样设计那个精炼厂，然后到后期其实我已经掌握了超过10多种不同的厂就是好像比如 refinery、dewaxing、hydrogenation、interacidification 或者是 biodiesel 维他命 E 的萃取也是其中一个。但是很难得的一样东西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对维他命 E 从红中油里面萃取维他命 E 是我的本科就是我的那个 final year thesis 然后过后我跟着这个黄翔先生的时候，他就给我了一个机会在非洲肯尼亚建一间维他命 E 萃取厂那时候我学到更多所以到最后他在2012年的时候他退休了他退休了，他把公司卖给新加坡公司然后我就跟我的伙伴就一起成立自己的那个工程公司嘛。然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过得相当不错了的但是就是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啦就看到人家建厂好像给自己不错这样然后每年新年我有去拜访我的恩师我的恩师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有一个最好的油，它叫红中油。哇，我觉得您的恩师在我的印象中我的想象的 picture 一个画面就像是功夫熊猫里面这个师傅让你一点点练习成长，然后我告诉你一下对 next 再过一段告诉你对还有一个宝贝对有一个宝贝那时候什么是红中油那时候我已经提炼超过30-40间厂啦其实我对油脂的那个认知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吧所以怎么还有一个宝贝红中油，然后他就跟我讲这是可以利益众生的油哇这个东西真是挥之不去我就一路驾车一直想这是什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伙伴我们要不要建红中油厂
黄总，我们叫黄总说这个是利益众生的油。我也是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啊，坦白说他是有一点不顾一切的，也是傻乎乎的告诉你，我们就去建这间厂嘛，我们就讲来了，我们就去建。其实你问我也是年少无知那时候。所以不同的故事就会刻画在不同的创始人的基因里，我觉得。对。所以你看跑到这家公司就可以感受到您的这个气息，而你自己的经验又会带来独特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文化。对。我很坦白跟你说，我们刚刚建好这个厂的时候，在建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愉快，因为做出我们的强项。建厂就是我们的强项嘛。是。但是建好了之后，我们的痛苦才开始，因为我们发觉我们不会卖。OK。我们就开始纠结。要怎么做，然后过后开始去跟人家学习，慢慢这个过程中，如果不用心，是不可能做到。然后 make for all 呢，就是我们这个是给全世界的人类的，不只给我们自己，我们要带给全部人知道，世界上有那么的好的一种油，我们要给全部人可以有机会使用到。这就是这个 title。这是您找到的自己的 mission 吗？因为我看到墙上有说从一个工作求学一份工作，然后变成了您的一种使命嘛？这是不是就是您的一个 vision 和 mission 呢？有啊，对，其实就是做下到最后，就是感觉上好像你所说的，我们就觉得有一种使命，就是要把它弄到成功，要把它弄到更多人可以受惠。所谓我的恩师所说的利益众生嘛。这个还是我们一开始的初心。到现在还是在做着。因为它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金钱，但是它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是很足够的。是哇，您的是还是有一种大爱和一种慈悲心的。对，这是很肯定的。我是做这个人力资源很长的时间嘛，所以我看到之前你们销售让我看公司的这个介绍我当然看到很多关于您的和这个 RPO 的好处。有一个东西我看的是很奇怪的，我很想跟您商量，就是我觉得真的吗？这家公司疫情前刚刚成立，怎么过了1年就拿到各种各样的证？对，厂房可以建得这么快，这么快又过1年又进入家亚这么多的高端的 supermarket，还有一些 hypermarket，怎样可以做到这么快？建厂我想是 OK 的，你有这个specialty 那么资金呢？资金的投入呢？然后为什么拿证又这么快呢？很多证很难拿呢。对。然后销售你说慢，可是进入家亚也很快，很成功啊。您这边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公司哦。你可以那么说，其实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我们建好厂，当我们第一个产品推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 COVID-19 就到了嘛，2020年就是我们推出的那一年，就是那段时间我们其实是根本就是不懂要怎么卖，根本不晓得怎么卖。像我们有好几次，其实我们想关了，很坦白跟你说。真的啊？对，因为资金链可能差不多要断了，但是我们又撑下去。又资金链差不多要断了，又撑下去。有几个原因，我们到今时今天为什么我们还在撑着？就是其实我们有一班很好的团队，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班团队都是很热忱的。对 ，amazing。我可以说他们跟着我们，就是感觉上大家就是一伙，也没计较什么，就是冲啊，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个东西干上来，这个事业干上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伙伴们，我们的伙计们全部都那么的拼。你好意思关吗？你老板是一个你对得起他们嘛？所以你再回头一想，哎呀，还是咬紧牙关，再看看怎么办嘛。那当有时你又是遇到阻碍的时候，你又想关的时候，忽然间又有人因为吃了我们的红中油，吃了我们的产品，开始好回身体，见到已经有好转了，他打个电话给你，他写信给你，他跟你说很感恩，很感谢你出了那么棒的产品。这种满足，精神上的饱足，就是让我们持续下去。像当然了，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申请这个 certificate， 就是也是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去做。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要给别人知道，我们是认真的。你可以看到，当一个公司真的认真，他第一样做的东西就是 standardization， 就是他有 他有 MSBO， 他有 HACCP， 他有 GMP， 还有哈拉，这些所有的standard 它都应该有的，它都有了，这是第一认真。第二认真呢，就是它有很多的那个化验室，很多 analysis 的那个 machine，
就是他肯投入那么多重金，去让人感觉上他们的产品是不是感觉，事实上，他产品是有素质的，这就是，但是当然，过后我们怎么去到Jaya Go呢？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的channel，然后我也是有阻碍的，我们当然我们也是非常。其实Jaya Go是我们第一家进到的 ，OK， 那很不错啊。其实我这边也是要感谢他的高层，是因为他其中一个高层不能说明了不是，他也是其中一个吃了我们红中油身体感觉到改善的，所以他到最后虽然他们公司那时候我们的流量不在那一边，但是他是帮我们把持到最后一刻的那一个人，给我们机会去。制造成我们成为今时今天马来西亚，我们现在是马来西亚红中油第一大最销量的品牌虽然您说，哎呀，我们把产品做好了，这个我们熟悉，不会做销售，但是我看答案就是在您刚刚讲的，就是你用心来做，自然就能够感化他人。对，就像您这边写的，对，The Made with Hearts，这个很厉害哦。那您这边有。虽然您说您是 the only 100% 的这个 RPO 的 maker，也有其他的品牌，至少它有这个品牌在嘛。那你们的定位和其他的红中油来说的话，有些什么差异呢？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异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只做红中油，其他人可能他有做黄油，有做其他副产品，有很多生物柴油之类这样的东西，他们有很多产品。各式各样各化的，但是我们就是最了解红中油，因为我们只做红中油。就还是在这个专业性上面。专业性对，就大家可以服务的一些市场这个都有是吧？大家都有在。当然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我们是引以为傲的，就是其实除了红中油之外，我们现在有其他的产品，就好像这个 Togo Plus 这样。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Togo Plus 对，这个 Togo 这是一个这也是油嘛，是吧？这也是油。但是它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E，里面有110个 milligram 的毫克的那个 tocotrienol，这个是对大脑健脑好，而且身体发炎很好的一个保健品。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 uniqueness 在哪里呢？就是所有这些我们延伸出来的产品都是跟红中油有关的。OK 都是一直不断的把红中油发扬光大。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强的那个 R&D 的团队，我们接触下来还有一系列的产品会慢慢每一年的推出，然后让大家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红中油。这个 roadmap 已经有画得很清楚已经画得很清楚了。其实我觉得您的线下你刚说了已经靠很好的产品对这个推得很好线上其实也可以有人可以依靠。对，我也很希望可以帮您做一些宣传。就要聊到您了。您其实也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嘛。对，然后这个80后又已经建了这样大一个全自动的工厂，这是我刚来参观我没有想到的。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很繁忙的有人跑进跑出的这种景象。没想到这么少的人这么高效就可以把它运营起来。对。那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看起来，你是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先走的。对，因为有些人创业他不是这样子，他觉得我要先做大。对，先做大的话，那我要先做别人有的，因为这样这个 customer 也已经认证过啦，市场对他接受啦，对吧？技术不是那么难啦。对。为什么您先选了一个市场上很难接受，甚至于有负面印象，要教育市场开始，对吧？这个很多地方还没有进入，这个大家们又有大家各自的看法，你为什么先去走一条难走的路，从建厂开始这样开始做呢？可以这么说吧，其实我也并不是那么的聪明的人，我也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可以看到很清楚前方的路是怎么说，怎么跑。其实就是我的恩师跟我说了之后，我们就一股傻劲去做这个东西。但是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很感谢这个产品给我们带来思维上的改变。然后我们到最后我们当然是我们成长不少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是这个红中油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人生的体会跟体验。我们不是一开始就非常知道这个方向要良好，什么都知道。哇，我应该要辛苦先，过后我就收成，没有这回事。我们是只有一股傻劲，然后还有最重要的，这些所有你所看到的东西，
都不是我一个人在做，都是一个团队在做，他们全部人都很用心的再去推动这个东西，这样的样子。我也在创业公司工作过，我觉得这只能说明什么？不是说您不聪明，而是聪明对于企业成功其实并不重要。可能你的这样说，坚持这些你的选择，还有你讲的这个团队，对，我们就讲到团队了。其实我想很坚定的想要来请求采访您，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上次跟您的销售在聊，我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接触，一方面是我们的观众有提到你们，我们建了一个美食群，他们就说，知道吗？有这样的一个红中油品牌这个很好。对，因为我们也在做 OK， 所以就请销售过来一起来聊一下。他们讲的时候让我就觉得他们是不一样的员工。我刚刚就有说嘛，那我那天看到那2位，一个男生还有 Nicky 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眼睛是有光的。就他来介绍这个东西，虽然说也是秀 data 嘛，我对 data 不是很感兴趣，可是秀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他是真的相信这个事情，他不单单相信的是产品，他就好像相信的是这个事业，这个 career，对呀，他是完全白印，对呀，所以我就说，那你们是个老员工，他说我们工作时间也很长了，我说这个我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老板是怎样，你是怎样招募然后培养 这个 retention 也做得很好，让这些你的这些兄弟姐妹就是留在这里甚至于你刚说能够鼓励到你在最down的时候还是可以鼓励到你怎样做到的？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榜样，就是当我们相信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很坚信的一样东西，我们的团队一定要相信这个产品，如果他不相信这产品，他是卖不到的，他本身要有真正的那个感觉。这是第一点。第二样东西就是我们本身就要以身作则，真的是给人家感觉到我们是认真的，公司是在进步的。你不能只是光画饼嘛，画饼是没用的但是因为画饼只是短暂的东西，对，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可以看到我们一步一脚印，我们从第一间厂开始，从厂房开始到我们装修这个 showroom，当我们有第2厂房的时候，当我们再有一个 laboratory 的时候，当我们有新的 warehouse 的时候，它每一年都可以看到公司一直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对我们的信心，他们知道我们在做着对的东西，好的东西，而且是大方向的东西。所以他们有这种想法吧，这是我觉得是不是薪酬也要高一些是吧？那是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实说，我很坦白，因为我们是中小型企业，我们不可能给到他们好像大企业所给他们的薪酬，但是他们对我们的理念，对我们的信念是有的。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待着一起跟我们一起冲，一起拼。明白，因为那个是未来大家可以做得更好，对，也会给自己带来收益嘛。所以您也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对，你知道中国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叫华为，你有听到过吗？认真。他的老板在90年代刚创业的时候他跟他创始的这些高管说，来，你们每个人现在到深圳安家买的房子注意一点，他说阳台一定要买大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下属问他他说，未来你们赚到钱可以用来晒钱啊。这个不错，我也跟他们说一说吧。要换一下。对我觉得我们刚才在参观的过程中，你还有一点很特别，让我印象很深。就你很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除了 SOP 你有提到的，还有 lab 要用最 top 的设备，来确保它的品质跟稳定性嘛。我相信也不是所有的老板是这样做的。尤其是你先不投入这么高的一个基础的成本，对，先把钱赚回来嘛。对，你就会说我先赚回来，然后我再迭代变好。你是一开始就说了钱砸上去，有可能过几个月会关门没关系，我们先把它放上去，对，然后把它做出来。对，为什么？就是一股傻劲跟执着，就是可能我们背景就是做这一个游资的背景嘛。就是一开始就是很技术型的人嘛，所以其实技术型的人其实是不适合销售的。OK， 所以为什么我们当一赚到钱我们就投，一赚到钱我们就投也不是一下子投完的，是有一点钱就投宁愿自己省一点不要紧自己少赚一点不要紧，只要公司一直有进步有好的东西，有好的仪器但是这是一般上，如果你那个老板是主销售的人他是不会做，他是不会干这一块的。
这让我看到我们的采访也会带来一些意义，因为像这样的瓶子哦，就我们如果在超市看到这个产品，只会通过它美不美来判断，对，或者看一下标有没有认证来判断我是否选择这个东西。对。当然，大家可以知道像您背后的故事，这个企业是如何对待它的产品，它树立什么样的一个 quality，就别人就会更放心了。就哪怕是我这样跑下来，就像您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你会相信牛油果油椰子油这个橄榄油？这些 belief 可能也是别人种进来的嘛，对，也是别人让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对，可是为什么抵不过像您带我参观，您来告诉我呢？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觉得我就相信 Harvest。谢谢你，我就会变成你的一个 customer 啊。对，谢谢你的相信。我也这个非常期待就是您可不可以展望就是从未来来看的话，Harvest 可能等到我们明年再来的话，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们其实已经有5年到10年的那 roadmap 在下面了。公司会我理想中的我们肯定是会扩张。我们会更多的新产品会推出来。它不是不同的形式，就是它不一定是油。它可能会是好像这样，我们就推出 sachets。对，再看这种，然后是非常好。当然它不限于此，它可能会做有粉末的状态，有水之类的产品都会慢慢带出来。还有呢，我们会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用红中油去煮饭，普及化，让更多的人可以因为红中油而开始慢慢健康起来。当然我们还有更大的计划，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推出健康的那个饮食指南，全部都是跟红中油有关的，更加容易的让我们所谓的大众可以适应，或是更加容易的去运用到这个红中油。就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对，把健康和多样化的产品带给他们。对，推上去对，然后就不止在马来西亚而已，我们可以推广整个东南亚、中国，或者是到最后我们反过来去影响欧美国家，给他们知道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妖魔化的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是要时间了，因为他们也是常年的 marketing 投入study 宣传，商家的配合，才能够。但是我觉得有你这个决心我觉得一定是可以的。我也期盼什么时候出国旅行跑到哪里都会看到对这个油。对，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时间。等一下我太太要跟你做一个快问快答。可以，没问题。好，谢谢你，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我觉得跟我们 OKOK 的理念也很做低温的，你看技术上也是慢煮然后是健康，我们也是跟您一样，就是我们会慢慢发现什么东西就我们把东西卖给别人。